所有的糟心事来了一次大爆发，投资者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投资的金融产品没法交易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是公司暴雷，老板巨款跑路，血汗钱都打了水漂。有着国资背景的华南城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债权人争执不休。中国前首富王健林接二连三抛售资产，还是官司缠身，烦事不断。这不，北京金融法院又找上他，要拿他24亿。榜上习近平新智生产力的小米创始人雷军，虽然混得风生水起，却也开始效仿潘石屹，想让资产出海为安。中国经济乱得一团糟，剪不断理还乱，普通投资人被坑，涌上街头维权。这些习近平知道吗？又是什么兆头呢？很可能维持中国经济的那一点点火星正在熄灭。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月音。彭博社8月11号报道，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华南城重组方案迟迟不能获得债权人通过。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静芬作出有关裁决，勒令华南城清盘。这是继中国恒大之后又一被清盘的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开发商。彭博社指出，这次清算令表明，中国房地产危机虽然持续多年，但远远没有结束，对房地产巨头的冲击依然来势凶猛。中国房地产泡沫自2021年爆发，香港法院已向中国境内在港上市的开发商发出了至少6项清盘令，恒大地产的清盘令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华南城的清盘也与恒大同样具有挑战性。香港法院要扣押大陆境内的资产，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安德鲁陈认为，华南城可能没有太多的离岸资产可以清算，它的主要子公司都在中国大陆注册成立。华南城法定代表人向香港法庭表示，他们拥有13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华南城具有国资背景，它最大的股东是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把拿回资金的希望放在国资身上。华南城年报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公司总负债约609亿港元。作为华南城美元债券的受托人，花旗国际提出对华南城的清盘申请。中国前首富王健林也是麻烦事缠身。8月11号，大连万达集团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要出血24亿元，抽血的是北京金融法院。天眼查风险信息显示，大连万达集团现存10条被执行人记录，累计被执行金额已超76亿元。此外，万达还有多条股权冻结信息。据新财富杂志500创富榜显示，在2010年、2012年、2016年和2017年，王健林曾多次问鼎中国首富之位。如今，中国房地产一蹶不振，王健林的财富状况也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王健林父子今年的财富是588.1亿元，与去年的1408.4亿元相比，王健林父子的身家在短短1年内大幅蒸发了820多亿，排名更是从去年的第9名急剧下滑到了第51名。中国昔日首富今天变成了欠债不还的老赖，在共产党统治下，有钱人也落魄到了这般田地。那些普通老百姓一旦遇到什么意外，只好上街讨要说法了。据凤凰网风暴眼8月8号报道，8月6号上午，深商中汇前员工小凯想要查看交易情况和价格走势，但他从深商中汇客服处了解到，期权产品已不能正常报价。中午11点半下班后，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带上自己的物品离开办公室，并被告知具体上班的时间待定。随后，公司就被查封了。深商中汇暴雷的消息很快被上传到网上，更炸裂的消息随之而来。公司老板携千万元巨款跑路，其余高管随后也集体失联。小凯熟知深商中汇的操作，
在这里，他玩的是期权产品。他说，个股场外期权杠杆率能达到20倍，常有投资者头脑一热，重仓导致巨亏。这次暴雷跑路风波可能与近期行情大涨，可实控人不愿给客户兑现有关。受害投资人迅速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福田派出所报案。据估算，报案人来自全国各地，涉及金额至少上千万元。深商中会成立不满1年，由深圳平邦基金全资控股，法人代表为王建宝，实际控制人为李香苗。多名前员工向媒体确认了老板卷款跑路的事实。一名员工表示，上个月老板没交房租，一直在国外玩，我就发现不对劲。他还说，听说近段时间行情比较好，老板不想兑付给客户就跑了。小凯告诉媒体，深商中会本来是和香港券商合作的，近期军工、医疗、创新药及机器人板块行情高涨，有个合伙人收了钱没给香港券商，导致对方不再报价，客户兑付也出了问题。他说，就像庄家爆仓了，说白了就是赚钱的人太多，公司运转不过来了。据说公司真正的老板是河南籍的秦万军，发现兑付不了后，卷款1000多万元跑路了，其他股东并不知情，他们报案后也失联了，只剩下底层员工善后。小凯说，高层需要及时行权出来，落袋为安，钱在自己银行账户才是赚到。在小凯看来，深商中会不是资金盘，他做的期权在国外很流行，并没有拉人头的现象。小凯介绍，期权的运作其实很简单，就像你10块钱在市场上买了一只母鸡生蛋，1个月内生几个蛋，你就赚多少，如果不生蛋，那就没有收益。所以买期权1个点就赚3万块，现在的股票动不动就涨10个点、20个点，所以2、3天赚100万很正常。不过，尽管收益远高普通炒股，但风险也大。他说，这东西很容易让人上头，杠杆太大，行情一转，跌得也快。有个客户拦都拦不住，下了3手，现在还亏损着，期权费都可能亏没了。就这样，这家自称国内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在成立未满1年内便人去楼空，数千名投资者血本无归，欲哭无泪。老百姓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卷走了。中共党魁似乎充耳不闻，一天到晚鼓噪制造业强国、新质生产力。他不知道，连搭上新质生产力快车道的小米创始人雷军也起了异心。X 平台账号所谓伊人在水一方，8月7号发文说，小米雷军被曝通过富国银行毛晨月向海外转出50亿美元。雷军这是准备效仿潘石屹吗？只是现在效仿已经太晚了，门已经关上了，大家就等着被打吧。小米公关部总经理王化随即发文辟谣，表示经核实，小米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和富国银行以及毛某某开展过任何合作，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接触，相关言论均已取证，并已经启动司法程序追究造谣传谣者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传言中的富国银行毛某某与早前被指出到中国出差后被禁止离境的富国银行美籍华人银行家毛晨月姓名相近，很容易被联想为同一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湘坤在7月21号例行记者会时证实，毛晨月涉及中方在办的一宗刑事案件，被中共执法部门限制出境，要配合中共的调查工作。X 平台账号亚洲金融8月11号发文说，小米集团的辟谣欲盖弥彰，间接证实了雷军向海外移资50亿美元。王化的辟谣更是暗藏玄机，是想切割小米和这事的关系，既能在短期安抚市场，又能在将来如果证实是事实的情况下撇清责任。中国经济内部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中美关税战暂停期限将在8月12号到期。川普8月10号深夜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敦促习近平，希望中共能迅速将大豆订单量增加4倍。川普认为
这也是大幅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种方式。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为2954亿美元。中国经济萧条，中国国内消费者减少外出就餐。北京市统计局8月8号发布2025年1到6月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据该数据，北京该领域共有5135家餐饮住宿企业，营业收入737.75亿元，同比下降3.7%，营业成本360.19亿元，同比下降1.2%，利润总额2.47亿元，同比骤降67%。其中，住宿业1613家单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7.3%，利润总额5980万元，降幅高达92.9%。餐饮业3522家单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3%，利润总额1.88亿元。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邢海洋认为，1613家企业利润598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不到4万元，这刚好是半年企业为一名员工支付的费用。一家数十数百人的企业，后厨或者大堂多雇佣1名员工就可能亏损，这真是如履薄冰的经营状态。北京还是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酒店经营如此艰难，看了消息真是难以置信。老百姓已经很少外出吃饭，这样中国的豆油存量激增。目前正值全球对生物柴油需求上升之际，中国却罕见地增加豆油出口。同时，中国也首次试运来自阿根廷的豆粕，以替代进口大豆，并在国内压榨成动物饲料。这两种变化目前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对长期贸易流向是有影响的，也为中国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提供了一个途径。StoneX 金融公司首席大宗商品经济学家阿兰·苏德曼指出，中国有充足的压榨能力，但近期购买阿根廷豆粕向美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如果巴西无法完全满足需求，中国宁愿牺牲部分产能，也要避免购买美国大豆。这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中国经济越糟糕，老百姓外出吃饭次数就越少，豆油存储量消化不完，大批出口成为生物柴油的原料。中共与美国叫板的底牌，竟然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苦难。难怪江油事件中，愤怒的民众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国早就苦共久矣，社会火山口正在点燃。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